11月1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订意向书，计划在未来10年之内从法国购买最多100架阵风战斗机。而就在不到1个月前，我们知道瑞典和乌克兰刚刚宣布一项协议，乌克兰计划进口多达150架瑞典鹰狮战斗机。如此算来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将拥有100架法国阵风、150架鹰狮战斗机的庞大空军，对抗俄罗斯空天军是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这些战斗机距离交付还有相当的时间。根据法国和乌克兰达成的协议，阵风战斗机将在2035年前提供给乌克兰。到了那个时候乌克兰战争恐怕早就结束了。而在这份协议中，除了战斗机之外法国还将提供防空雷达、空对空导弹、航空炸弹以及紫苑防空系统。那乌克兰和法国也将从今年启动联合项目，共同生产拦截无人机的关键技术。而阵风战斗机的生产商达索公司因为该消息当天股价上涨了 7.4%。对于乌克兰来说比阵风战斗机更加关键的是紫苑防空系统。目前乌克兰之前所拥有的苏联防空系统，比如说 S-200、S-300 等等，弹药已经基本耗尽了。目前依靠的防空主力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大概有10套左右。那除此之外，法国和意大利还向乌克兰提供了2套紫苑防空系统。那根据和法国签订的协议，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8套紫苑防空系统，每一套呢包含6个导弹发射车。该系统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军队中服役，可以拦截战斗机、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目前紫苑30的最新型号，拦截高度达到25000米，拦截半径达到150公里，对超过5马赫速度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也有效。目前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还包括幻象2000战斗机。法国政府最初承诺提供6架飞机，我们目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架战斗机在乌克兰空军服役，不过至少已经有1架幻象战斗机在乌克兰服役期间损失。那近日乌克兰空军公布了一段幻象2000战斗机的战斗画面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机头上有6个击落敌机的标志，它们击落的是俄罗斯的 KH-101 空射巡航导弹。而这架幻象2000战斗机画面中还携带了2枚魔术空对空导弹，这并不是更加先进的米卡导弹。那很显然魔术导弹正是用来发射拦截俄罗斯的巡航导弹的。在视频的最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黑夜之中，一架幻象2000战斗机发射空导弹，拦截远处的目标。在过去几个月内俄罗斯不断大量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空袭基辅等大城市，带来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目前的防空系统弹药吃紧，现在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任务很多都交给了空军的战斗机，甚至是直升机来完成。我们之前就有画面看到过乌克兰的米8直升机在空中拦截俄罗斯的见证者自杀无人机。见证者无人机时速很慢，不过是200多公里，它的成本也很低，不过是10几万美元而已。你用价值上百万美元的空导弹拦截它们太过于奢侈了，所以使用直升机机炮拦截是最合适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另外一个画面出现的是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斗机，他们也在空中使用机炮击落一架慢速飞行的见证者无人机。而在这次和法国达成的合作意向书中乌克兰购买的是最新的阵风 F4 型战斗机。那 F4 标准针对网络战进行优化，配备了新型的数据链
通信服务器和无线电系统，同时还升级了雷达、航电和头盔显示器，能够使用即将推出的最新的米卡 NG 空导弹，以及重达2200磅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等等。那阵风使用的雷达叫做 RBE2 型雷达，那经过多年的产品迭代最新型的雷达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在空对空模式下，据说探测距离超过200公里，同时可以配备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流星。那流星由于采用了冲压发动机，其射程超过200公里。流星导弹有着非常特别的设计它的弹体后部是冲压燃烧室，在正常飞行时，燃料和空气混合产生巨大的动力，但是在导弹发射的时候，这个冲压发动机本身并不工作，那么它的空间不就浪费了吗？所以欧洲人非常巧妙的就在这个燃烧室内又额外加入了固体火箭燃料。所以流星导弹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当导弹发射初期固体火箭燃料先燃烧，产生巨大推力，推动流星导弹达到较高的速度。那这个时候固体燃料耗尽，燃烧室也清空了，冲压发动机这才开始工作，吸入空气混合燃料。那这种巧妙的重复利用燃烧空间的设计就进一步增加了流星导弹的射程和动能。该导弹的发动机是由德国大名鼎鼎的拜耳公司所设计，并且是积累了几十年的技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甚至认为流星导弹的综合作战能力要在美国目前的 AIM-120 中距离空对空导弹之上。目前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空导弹射程不够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乌克兰主要依靠的是苏联时期老旧的米格29和苏27，他们携带的老旧的苏联时期的导弹射程不过几十公里，是根本没有办法和俄罗斯全新装备的 R77、R37 等导弹相抗衡的。像更新的 R77M 型号，其射程可以达到160甚至是190公里，而 R37M 导弹射程达到300公里以上。对于目前的乌克兰空军来说引进阵风是一个重大升级，但是阵风战斗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价格昂贵。比如说在今年9月份印度尼西亚接收了第一架阵风战斗机，而这批战斗机是在2022年达成购买协议的，当时印尼花费了80亿美元购买了42架阵风战斗机，平均每架战斗机价格接近2亿美元。我们再来看一下中东土豪阿联酋。阿联酋是在2021年签订的合同，190亿美元购买80架战斗机，平均下来每架飞机的价格也超过2亿美元了。以这样的价格，你完全可以购买更多数量的美国 F-35 战斗机。所以你看阵风战斗机贵不贵？那当然是相当的贵。可是现在乌克兰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是绝不可能出售给乌克兰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2个月内乌克兰先后和瑞典、法国签订购买鹰狮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美国川普政府虽然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但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态度上仍然不甚明朗。目前乌克兰所获得的 F-16 战斗机都是北欧国家退役所得，比如说荷兰、比利时、挪威，这些国家在2025年度至2027年度将先后接收美国更新的 F-35 战斗机，这样刚刚淘汰下来的 F-16 战斗机正好可以提供给乌克兰。而美国空军大量的 F-16 战斗机并没有送给过乌克兰一架，就连获得美国退役的 F-16 战斗机都如此困难，就更不用提购买更加先进的 F-16V 战斗机或者是 F-35 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转而向欧洲国家采购武器装备，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法国的阵风战斗机需要全新生产，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在这场乌克兰战争中看到它的身影。对于乌克兰来说，更加可行的方案是瑞典的鹰狮战斗机。那早在1个月前，瑞典和乌克兰达成意向，将引进100至150架的鹰狮战斗机，这是该战斗机的最大出口订单。瑞典总理克里斯滕森曾经表示，
全新的鹰狮 EF 战斗机大约需要3年时间才能交付给乌克兰。这就意味着我们在2028年之前不会看到鹰狮 EF 战斗机的身影。不过鉴于乌克兰急需战斗机，乌克兰空军有可能从2026年开始从瑞典手中接收2手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鹰狮战斗机非常适合在乌克兰作战它作为一款轻型战斗机，设计初衷就是能够在战时快速部署，它可以从公路甚至是简易的田野上起飞，尤其是在寒冷地区能够执行分散式的作战任务。而且其单台 F404 发动机油耗相对较低，体积也较小。同时鹰狮还拥有现代化的雷达和航电设施，也能够兼容北约的攻击型武器。更重要的是，瑞典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2架装备爱丽眼雷达的萨博340预警机，这些预警机可以和鹰狮战斗机无缝衔接，相互配合。那今年之前乌克兰就使用萨博预警机和 F16 战斗机配合，在前线先后击落了俄罗斯先进的苏34和苏35战斗机。无论是采购法国阵风还是瑞典的鹰狮，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说都是好消息。不过这些战斗机恐怕难以很快抵达战场，就算老式的鹰狮战斗机能够在明年送抵乌克兰，恐怕也不会对战场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 F16、豹2坦克一样，任何一种武器抵达乌克兰都没有办法立刻扭转局势。现代战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战争，新来的战斗机当然能够提升战斗力，帮助一定的战场优势，但是绝无可能突然扭转战局。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在到达乌克兰之后，其主要任务依然是保卫乌克兰的天空，拦截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今天关于阵风和鹰狮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